出塞，王昌龄唐代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这首诗以秦汉时期的边塞战争为背景，情感深沉，表达了戍边将士的悲壮情怀以及对国家安宁的期盼。诗人借古喻今，暗示唐代的边防战事也在延续，反映出战争的无尽轮回，同时流露出对和平的向往。这首诗短短4句，言简意赅，气势磅礴，既富有历史纵深感，又饱含情感张力，是中国古代边塞诗中的千古绝唱。解析：秦时明月汉时关，意指自秦汉以来，边塞的月亮依旧高悬，边关仍旧矗立，暗示着战争的延续。历史仿佛没有改变，月和关象征着千古不变的时空背景，突出了边塞的恒久与孤寂。万里长征人未还，边防将士为保家园平安，在千里之外的塞外征战，历经艰难险阻，最终却难以归家，表现出战争的持久残酷和将士的悲哀，营造出苍凉悲壮的氛围。但是龙城飞将在，假如边关有汉朝名将李广这样的将军镇守，战争的形势可能会大为不同，表达对英雄的敬仰，强调军事防御的重要性。不教胡马度阴山，阴山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重要天然屏障，一直就可以抵御和打败匈奴的攻击，让敌人的铁骑突破不了阴山，入侵中原，也传递出对国家安定的渴望，对和平的向往。出塞归途，夜幕低垂，一轮明月高悬在古今交错的时空。公元前140年，西汉边塞阴山之下，龙城驻地，烽火未熄，寒风裹挟着战后的血腥味。李广立于关隘之上，盔甲染血，身旁的将士目光沉重。他望向远方，心中满是未尽的战事与难以归乡的遗憾。公元2045年，未来战区夜色中的无人机灯光微闪，战术目镜投射出敌军基地的红色轮廓。李霄手握突击步枪，呼吸平稳，他的耳机中传来队友高语的低语：撤离路线已清理，准备行动。古今2位战士，一位在刀剑交错的边塞守疆，一位在未来战场上为和平而战，皆为忠诚与使命所驱，亦为归乡之梦所牵绊。夜色笼罩着汉军大营，昏黄的油灯在军帐内摇曳，光影映照在李广坚毅的面庞上。他身披青铜战甲，黑色披风随风微微摆动，剑柄安静地靠在身侧。面前的沙盘上，龙城与阴山的局势一目了然。他的指尖缓缓掠过战线，眉头紧锁，目光沉重。副将高远踏入军帐，眼神中透出敬畏，脚步停在李广面前，双手奉上一封家书：将军家中来信。李广展开书信，纸张微微泛黄，字迹清秀而细腻，带着淡淡的墨香。他的目光扫过每一行字，眼神渐渐柔和，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。父亲，长安的冬天已至，家中炉火未熄，只盼您能早日归来。将军，此战打完，我们就可以凯旋回京，
李广缓缓摇头，语气坚定：“若我离开，阴山谁守？”李广静默许久，将信纸折好，放入怀中。他走出军帐，站在高台上，目光望向天际。夜空清冷，满月高悬，洒下如水般的银光，身影挺拔而孤寂。他望向夜空，明月依旧，可他的归途却遥遥无期。2045年，边境战区，李霄的队伍深入敌后，意外发现战乱区的人质被敌军势力挟持，人质中有老人、妇女和孩子，他们的眼神里充满恐惧。他决定改变任务计划，带领战友展开救援。然而，这意味着他可能永远无法回到祖国。李队，敌军正在转移人质，我们的窗口期不到30分钟。李霄蹲伏在废墟后，高语在耳机中焦急地催促：“快做决定！”李霄深吸一口气，下令行动。战斗在夜色中悄然爆发，寂静的黑夜被消音枪声打破。李霄第一个冲入战场，他身手矫健，身影如猎豹般迅猛，双眼死死锁定目标。特战队员同时出击，消音枪精准射击，身后是不断倒下的敌人，人质一一被解救撤离。此时，敌军增援部队正悄悄地包围了他们。李队，我们必须撤退了。当所有人质被撤离时，李霄在废墟的另一端发现，仍有一名女童，眼里充满恐惧。他的脚步一顿，目光坚定，转身向那一侧冲去，高语大吼：“李霄，你疯了吗？”当李霄即将到达女孩所在位置时，包围的敌军火箭炮打了过来。下一秒，爆炸的火光冲天而起，将李霄的身影吞没。冲天的火光照亮夜空，碎石四散，空气中弥漫着火焰与硝烟，夜幕被彻底撕裂，战场陷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。李霄出征前在给母亲的留言中写道：“如果我没能回来，请告诉世界，我们并非为了战争，而是为了和平。”阴山之战，战云密布，阴山脚下，狂风卷起黄沙，战旗猎猎作响。李广身披铠甲，站在高处俯瞰战场，眉头紧锁，神色肃穆。他的长枪静静地靠在马鞍上，战马不安地刨着地面，仿佛感受到即将到来的血战。远处，匈奴铁骑黑压压一片，战鼓震天，空气中弥漫着肃杀之气。随着号角响起，匈奴骑兵如狂风暴雨般冲杀而来，马蹄踏碎土地，尘烟滚滚。李广高举长枪，一声怒吼，汉军随即迎敌，双方猛烈碰撞，战场顿时陷入血与火的杀戮之中。匈奴骑兵披着兽皮，手持弯刀，脸上涂满战纹，眼神疯狂。李广身先士卒，单手持枪，战马扬起前蹄，他的盔甲上已溅满鲜血，脸上划过一道浅浅的伤痕，但目光依旧坚定。战场上烟尘弥漫，嘶吼声、马鸣声、刀剑交击声混成一片，尸体倒在黄沙之上，鲜血渗入土地，将沙漠染红。副将高远被敌军围攻，手中的长刀已砍缺口，脸上布满血污，气喘吁吁。李广怒吼一声，孤身冲入敌群，长枪如游龙般刺出，瞬间挑翻2名敌骑，
战马嘶鸣着冲开包围，将高远拉上马背。狂风骤起，血雾弥漫，天色更加晦暗，宛如末世之战。敌军如潮水般围拢，杀声震天，四周尽是挥舞的弯刀和倒下的尸体。李广纵马狂奔，盔甲破裂，手臂上染满鲜血，但依旧挺直脊背，仿佛一座不可动摇的城墙。这是一场双方都付出惨烈代价的战斗。战场的黄沙上布满尸体，残破的战旗插在泥土中，风中弥漫着血腥味，漫天尘土飞扬，天空中雷云密布，仿佛天地都在为这场悲壮的战斗而低泣。虽未全胜，但他们用血肉之躯守住了阴山，未让匈奴铁骑南下半步，守疆护民，寸土不让。黑暗的囚室内，李逍缓缓睁开眼睛，他还没有死，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少天。接连的审问酷刑让他头痛欲裂，他的手腕被锁链束缚，嘴角有干涸的血迹。囚室墙壁斑驳，铁窗外月光微弱，透过破旧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夜空中的一轮明月。李逍强撑着靠在墙上，回想起敌军指挥官眼神阴冷，嘴角带着讥讽的审问：你这样的人本可以撤离，为什么拼死救那些无关紧要的平民？李逍目光依旧冷峻，透出不屈的信念，轻声答道：因为我是军人。经过祖国和国际组织的多方协调，战乱区敌军同意释放李逍。晨曦微光洒在机场上，天空逐渐明亮，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祖国的大地上。停机坪上，李逍的母亲站在不远处，苍老的面庞满是泪水。特战队员们身穿黑色特战服，神情庄重，纷纷敬礼，欢迎他回家。阳光洒下，一切归于宁静。战争的终点是和平的开始。夜色深邃，星光点点，万里长城蜿蜒在苍茫大地之上，带着千年不变的静谧。城砖古老而斑驳，远方的群山沉入夜色，天地寂静，只有风轻轻吹拂。李逍身着便装，伫立在城墙边，手中翻开一本诗集，月光洒落在纸页上，映出泛黄的字迹：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他仿佛看到1000年前的李广，仍立于阴山之巅，策马远眺。同样的月光洒落在他的身上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过去的英雄未能归乡，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。如今他终于明白，战争的意义不在于征服，而在于终止。忠诚的意义不在于牺牲，而在于让牺牲不再发生。李逍合上诗集，抬头望向夜空，明月依旧，温柔地照耀着这片再无硝烟的土地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